朱管家，我想见一下舅祖父。对不住，苏小姐，老爷不在山庄，大小姐带着老爷去天宁观祈福了。舅祖父生着病，大小姐为何还要带着他一路奔波折腾？天宁观的观主天一道长云游回来了，大小姐就把老爷带过去。苏小姐远道而来，有所不知，天一道长乃是高人，他所炼制的丹方能治百病，强身健体。但天一道长有个规定，他从不上门医治，求药治病者需要带病人到观里。不知这天宁观在何处？离云城可远？大小姐何时能回来？天宁观在云城东南边，马车过去需5个时辰。至于大小姐何时能回来，朱某也不知。找天一道长看病的人实在太多，往往要排队，再加上治疗时间所需几何无人可知。若苏小姐要过去，我可以派马车送苏小姐。多谢朱管家，既然如此，我就先暂时不去了。小妹，我们在山庄待了这几天，好像一切都挺正常，确实挺好。可苏若锦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小妹，老夫人何时能好？呆症救治起来非常慢，一时半会儿好不了。摄政王府里，哎呦，这纯妃娘娘复手还真快啊！你这不觉白瞎了。老鼠死太快有什么意思？要让姚兰死是很简单的事，但他敢对阿锦下手，不慢慢折磨怎么行呢？阿锦受了什么苦，他姚兰就得双倍受回来。又在给苏若锦写信啊？人家现在可是长乐郡主，他当得起这封号，你就不担心秦王把人给挑走了？他也配？你倒是一点也不担心长乐郡主那边如何了？阿锦还没见到赵广涛，林老夫人得了呆症，她正在救治，有好转了。那就好。哎，你说送谁去和亲比较好呢？有人既然享受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自然也该为大楚百姓做出贡献了。宁儿，祖母，我是小锦。可是老夫人还是唤着她宁儿。苏若锦记得舅祖父曾经说过，她的嫡孙女叫赵静宁，祖母神智尚未完全恢复，估计是把自己当成赵静宁了。这苏若锦果然有些真本事，真把人给弄死了。朱管家，要是他真把人给治好了，会不会？要不我先把人给……我自会安排。天宁观那边什么情况？天一道长回到观里就闭关了，大小姐还在观里等天一道长出关，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三皇子来信，让你尽快拿到玉佩。行了，我知道了。一个似男似女幽怨的声音传来，苏若锦猛地睁开了眼睛，坐了起来，眼神呆滞地看着房门的方向。浓雾四起，一个身穿白衣、长发盖住脸的身影缓缓飘过窗户房门。更为诡异的是，在经过房门的时候，一身白衣突然就变成了鲜红的血衣。换做平常人见到这一幕，定会被吓得三魂不见了两魄。苏若锦原本呆滞的目光瞬间转为清醒，几根银针朝血衣人飞射而去。身子以不可思议的角度在半空中旋转了一圈，躲过了银针，又一把银针扔出去。这次银针直接穿过血衣人的身体，钉入门框内。饶是苏若锦也怔愣住了，银针如何能穿过人体？血衣人再次怪笑着朝苏若锦冲过来，苏若锦迅速掏出药瓶，打开盖子朝血衣人扔去。银针不行，毒粉总可以了吧？结果药瓶还是穿过血衣人的身影，掉落在地上。这不可能，这只能说明这血衣人根本不是实体。不是实体？难道真是传说中的鬼魂？猛地冲出房门时，苏若锦被眼前的场景吓了一跳，忙刹住脚，堪堪稳住了身形。他眼前是万丈悬崖，再往前一步他就得坠崖而死。自己明明在云泉山庄，哪来的悬崖呀？难道又是八卦幻影阵？可苏若锦早就检查过房间以及周围，根本没有什么阵法。怎么回事？苏若锦回过头，房间已经消失，只剩下一片竹林。血衣人突然从树林里钻出来，悬在半空中，再次朝他飞扑过来。不对，这肯定是幻觉。这时苏若锦听到一声夜虫的叫声，这声音他入睡前曾听到过，应该是院里夜虫的叫声。他还在云泉山庄。苏若锦猛地睁开眼睛，血衣人已经在眼前了，他的手里不知何时多了一把匕首，朝自己的胸口袭来。苏若锦无法判断这把匕首是真是假，但既然是在山庄里，他闭上眼，转身朝悬崖迈出步子。下一秒失重感传来，自己的身子真的在往下坠。真是悬崖。不过苏若锦很快就落地了，身子有摔落的疼痛感，除此之外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损伤。不是悬崖，要真是自己刚看到的悬崖，无论什么东西掉下来，都只有摔得稀碎的结局。苏小姐，只要你交出赵家的玉佩，我就饶你命。朱管家，大家都这样熟了，不用戴面具了吧？苏小姐果然观察入微，玉佩呢？这些天来，朱管家不是趁我替祖母治疗时，几次让人潜入我房里搜寻，怎么还没找到？我的人已经找得很小心了，没想到还是被苏小姐看出来了。我得承认，苏小姐确实藏得很好。那你现在可否告知朱某玉佩在哪儿？若是我不交呢？苏小姐细皮嫩肉的，我着实不忍心对你这样的小姑娘用心，不如你早点交出来，对我们彼此都好。你说呢？朱管家，
你在抓我之前，难道没调查过我吗？苏小姐，我自是知道你是赵家老夫人在大楚的孙女，精通医术，还深得大楚摄政王器重。若非如此，我何必这样大费周章的抓你？确实挺大费周章的。承蒙主管家看得起我，迷魂烟、净影术、迷踪阵，还要加个暗道机关。对了，还有软骨散，全都用上了。没想到云泉山庄一个小小管家，居然能有如此大的能耐。赵家不愧是云旗首富之家，能请得动朱管家这样的高人。看来朱某还是小看了苏小姐。不得不说，朱管家挺聪明的，能把净影术、迷踪阵和暗道机关结合在一起，只为抓我这个弱女子，着实有些大材小用了。要是我没猜错，我舅祖父和祖母都中了朱管家的迷魂烟和净影术吧，所以才会有赵夫人中说的看到鬼。苏小姐果然厉害，不愧我设计了这一招，把你起到这儿。没想到苏小姐除了精通医术，居然还知道阵法，这样的人才杀了实在太可惜。不如这样，若苏小姐愿诚心归顺于我，我倒是可以考虑留苏小姐一命。朱管家，看来你对我还是了解的不够啊。你为何还能动？我不能动，怎么去找我的真祖母？你什么意思？朱管家，你以为弄个假祖母就能拖住我？你说什么？我承认你找的人体型甚至脸型都很像我祖母，加上易容术做得很好，第一眼我也以为那是我祖母。可惜一个人的脉象是骗不了人的，我的这位假祖母呆症已是多年成科，只是最近加重了一些，别的大夫诊不出来，不代表我诊不出来。更何况祖母与自己相依为命这么多年，祖母才来云旗没多久，怎么可能刚醒来就把自己认成别人，把别人认成自己还差不多。苏小姐，你比我想象的厉害许多，可那又如何？你觉得你现在还能逃得出去吗？我没打算逃啊，逃了怎么找祖母？朱管家，要逃的人是你。给我上！人找到了，多谢朱管家带路，不然要找到这个地道还得多费些时间。你从一开始就没中迷烟。朱管家，你那点迷烟我都对付不了，还当什么大夫？小姐，别和他废话了，给我上！他把机关破坏了，算了，先去看祖母。祖母，你醒醒，我是小锦，我来救你了。小姐，真的是小姐，是我，祖母。小姐，你快走，云旗不能久留。好，我带祖母一起走。不，我不能走，哥哥还等着我去救他。我要是走了，赵家就完了。祖母，我们先出去再说，好吗？不，小姐，这里还有人，我们得把他们救出来。祖母，你可知这些人在哪儿？他们每天定时派人给我送饭，那个时候我会醒一会儿，待我吃完饭又会喂我吃药，让我昏睡。我有天趁送饭的人不备，把人敲晕逃了出去，看到他们抓了一些孩子回来，我还没弄清楚情况就被人发现抓了回来，都是些孩子啊。小姐，我们得救他们。祖母，你别急，我们再找找，如果他们还在这儿，就一定能找到。找到了，洞里有7、8个孩子，大的有10岁左右，小的2、3岁。你们把我弟弟带去哪儿了？把我弟弟还给我！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说得好，我就放你们出去。不肯说是吧？那就把你妹妹先带走。别碰她，你们要带就先把我带走。我问你一句，你回我一句，答得好我就放你和你妹妹走。你问吧，谁把你们抓来这儿的？不就是你们把我们抓来的吗？他弟弟去哪儿了？不知道。你被抓来多久了？4天。在这山洞里，你怎么计算时间的？你们每天送2次饭，早上是稀粥，晚上是馒头，我记着的。你们总共多少人？今天是8个，明天就不知道了。你们每天人数不同？你们不是隔几天就会送来几个孩子，过几天再抓走几个吗？每天人数当然就不一样了。你安抚好他们，晚点让你们回家。你要让我们回家？怎么不想回去？要杀要剐随便来，何必说这种骗人的话？你是从哪儿学来这些话的？祖母啊，和我说说，你到云旗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最开始，老夫人回到赵家，赵家人都对她礼遇有加，一切的转变就发生在她看望侄孙赵廷义之后。之前老夫人就知道，这个侄孙外出打猎时不慎从马上摔下来，陷入昏迷，至今未醒。看到侄孙这样，老夫人拿出小锦给自己的药丸，喂给了赵廷义。谁曾想，赵廷义在吃了半个月的药之后，右手小拇指动了一下。要是这样下去，赵公子有醒过来的可能。可惜剩下的药也不多了，老夫人决定写信给苏若锦，让他来云旗一趟。可没想到，老夫人刚有这个想法，当天晚上就发生了赵府闹鬼事件。老夫人当时就被吓得晕了过去。等她醒过来，发现自己被关在了山洞的屋子里。苏若锦也明白了，这是有人不想让赵廷义醒来啊。可是这又和玉佩有什么关系呢？苏若锦把自己来云旗遇到的事儿和老夫人说了一遍。玉佩，他们要那个玉佩干嘛？你舅祖父给你的玉佩不过是证明赵家主这血脉的玉佩而已，只要是赵家主之的子孙，人人都有啊。
这个玉佩不过是让赵家主之子孙有权支取赵家的财物，但有多大的权限，完全取决于赵光涛这个家主。这样的玉佩，就算被陌生人拿到，只要赵光涛一取消权限，那玉佩能卖点钱，也就没其他作用了。既然这样，这些人要这个玉佩干什么呀？要是舅祖父也陷入昏迷，会如何？就算他陷入昏迷，这些玉佩能支取的财物也是有限的，哪怕有人集齐5块玉佩，也不可能搬空赵家呀。要是5块玉佩都集齐了，从赵家钱庄取出的数额也不是小数目吧？这个倒是的，5块玉佩都集齐，取出的银两也能有千万之数，上千万两。这个数目的白银，无论落到谁手里，都能做成很多事儿了。祖母，那你知道其他4块玉佩现在在哪儿吗？应该都在你们各自手上了。不对，你舅祖父和赵廷义都昏迷着，他们的玉佩会不会不在了？若他们2人的玉佩和赵廷松、赵静怡的玉佩都集中在一个人手里，那人就还差我手里这块玉佩，就能集齐千万两白银了。所有一切都指向一个人，三皇子云韶。再联想到云韶曾到大楚想杀赵光涛，答案似乎昭然若揭。云姬国势并不算弱，一个三皇子真会为了千万两白银这样煞费苦心吗？除非这背后还有更大的利益。祖母，你在客栈休息，最近不要出去走动。我明天启程去天宁观找舅祖父。小姐，你还是先回大楚吧。现在你舅祖父和廷义表哥昏迷，赵家暂时由宁儿主事。祖母看呀，这孩子挺不错的，有他看着你舅祖父，应该没事的。祖母，别的不说，我是大夫，留在云起，我才能知道舅祖父和表哥的身体情况。要是他们出事，想必祖母心里也不会好受。你放心，有五哥在，他会保护我的。五哥？什么五哥呀？于是把自己是苏大将军府走失的嫡小姐，以及萧燕初想向他提亲的事儿，都一五一十的和老夫人说了。小姐，你说的是真的？祖母，是真的，我已经回了将军府，爹爹和娘亲都说等你回去了，也和我一起住到将军府。好，我就知道我家小姐是个好的，一定有疼爱你的爹娘。祖母，待回到大楚，无论我在哪儿生活，你同我一起可好？好，我还要替我家小锦带孩子呢。小妹，孩子们已经安顿好了，晚些时候我们会把他们送回自己家里。五哥，明天我们先去天宁观接舅祖父回来。好。我是老夫人在大楚的孙女苏若锦。你就是锦表妹啊，我常听姑祖母提到你，快进来。小姐来了。哎，祖父，道长说你身子还弱，快些躺下。舅祖父，你现在感觉如何？多亏了宁儿啊，不然我这把老骨头啊，怕是要交代了。舅祖父，我替你把把脉。好。锦表妹，祖父如何了？天一道长真是厉害啊，只是4天就让祖父醒过来了。宁表姐，这几天天一道长是如何替祖父治疗的？道长每天早中晚会给祖父吃1颗丹药，随后就是替祖父祈祷、诵经祈福，让我也跟着他一起诵经。或许是感召了天尊的神力，才让祖父这么快醒过来。感谢道长。五哥，别让外人靠近这屋子。小姐，可是有什么不对吗？这位是舅祖父，他是我五哥，具体情况我晚点再和你说。现在我得施针，替你把体内的毒逼出来。毒？锦表妹，天一道长不是替祖父治好病了吗？天一道长给祖父喂的是毒药，这毒倒也不一定是想害舅祖父，而是以毒攻毒，压制舅祖父体内的毒，才能让舅祖父在短时间内醒来。但这种方法只能短时间有效，让舅祖父暂时看着像是恢复了身体。若不把毒逼出来，两毒在体内相争，舅祖父最多只有1个月寿命。等等，宁表姐，我不管你信不信我，时间紧急，舅祖父的命我得救。小姐，你动手吧，舅祖父信你。宁儿，你别担心。祖父怎么还没醒？毒未清完前，舅祖父暂时不会醒。那还要多久？3天。有没有天一道长给的丹药？没有，天一道长的丹药从不外传。苏若锦很想看看天一道长是如何救治病人的，可天一道长救治时，除非他允许，别人是不可以旁观的。表姐，既然天一道长这样厉害，你之前没带表哥来找道长医治？大哥昏迷的时候，先是请遍了名医，都束手无策。当时也想过来找天一道长，可是他已去云游，不知何时回来。等道长回来，已是3个月后。我当时也带大哥来了天宁观，可道长看后说时间拖太长了，他也无能为力。原来如此。3天后，赵光涛醒来了，第2天就启程回了云城。才刚安顿下来，就听门房来报：赵侧妃来了。草民见过赵侧妃。赵静怡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祖父和赵静宁，眼里闪过一丝得意。祖父，快起来，怎可行此大礼啊！多谢赵侧妃。祖父，一儿听到您醒来，心下欢喜，特来扶
里探望。这次啊，我已经和殿下禀明了，准备在府里住上一段时间，好好陪陪祖父。多谢赵侧妃挂念。侧妃出嫁前居住的莲水阁一直有人打扫，可随时入住。祖父，莲水阁离你的寿松院有些远了，不如让怡儿住在和宁轩，也便于照顾祖父啊。和宁轩是赵静宁的院子。祖父，就让赵侧妃住在和宁轩吧。赵静宁看出祖父的为难，忙开口说：住哪儿都是住，他不想让祖父为难。那就请赵侧妃先到正厅稍事休息，我这就让管家把和宁轩收拾出来。多谢祖父。听说姑祖母找回了，还有个姑祖母在大楚认养的孙女，怎么不见他们呀？姑祖母身体不适，不宜见风，锦表妹正照顾姑祖母。我竟不知道咱们赵府还有这样尊卑不分之人。我倒没什么，可我出了三皇子府，就是代表着三皇子，如此蔑视三皇子，到时候三皇子怪罪下来，可别怪我不帮着府里说话。不过一个小小侧妃就能如此嚣张，看来这个三皇子也不怎么样嘛。谁敢污蔑三皇子？想必这就是姑祖母和锦表妹了吧？姑祖母与锦表妹虽从大楚来，但也应知人有尊卑之别。你们今天如此不讲尊卑，日后三皇子怪罪下来，可是要连累赵府的。赵侧妃是吧？既然你要讲尊卑，那本郡主就好好和你讲一讲。本郡主若没记错，两国相交，郡主地位等同于公主，侧妃见到一国郡主也需下跪。赵侧妃，请吧。说完，苏若锦扶着老夫人径直坐下，压根儿不理赵静怡。锦表妹啊，你这个笑话可真好笑！你胆敢冒充郡主，就不怕我让三皇子写信，让你们大楚皇上治你一个冒充郡主之罪吗？或者你现在跪下来磕头求我，说不定我心一软就放过你，免得姑祖母伤心。既然赵侧妃不信，那不如赵侧妃现在和我一起进宫面见圣上，让他来决断一下如何？苏若锦，你以为皇宫是你家后花园啊？你想进就进的，惊扰了圣驾，这罪责你担得起吗？赵侧妃，你不敢去也没事，想必过2天三皇子也会得到消息了，到时候你再来向我行跪拜之礼也可。我大人有大量，不会和你一个小小侧妃计较。侧妃刚回赵府，先休息吧，祖母身体欠佳，就不奉陪了。站住！吕留，给我掌他的嘴！我不喊停，不准停！苏若锦则不慌不忙扶着老夫人离开了。祖父，你身体虚弱，站久了头晕，宁儿扶你下去休息。哎呀，宁儿啊，我头好晕呐，我下去。两人也迅速离开了。苏若锦，你给我等着！这赵家怎么就出了个这样的？祖母你别操心了，赵侧妃已经嫁出去了，几年回不了一趟娘家，我们过不久也要回大楚了，别为这些事烦心了。也对，小锦呀，你舅祖父身体不会有啥事儿吧？没事的，祖母，舅祖父第一种毒算不上什么烈性毒药，第二种毒中毒时间尚短，对身体伤害不大，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那就好，小锦，你才回来，先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去看看你大表哥，看有没有机会让他醒过来。好的，祖母。从马上摔下来，确实有可能造成脑部出现淤血，让人陷入长时间的昏迷，也就是后世常说的植物人。但具体情况得看到赵廷义才知道。要争夺家产，不如直接把人给杀了，最后主之只剩赵廷松一个男丁，那家产不就都落到他手里了吗？为何还要绕这么多弯子？得到的不是更多吗？难道还有什么是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吗？小锦啊，你别往心里去，怡儿小时候不是这样的，都被他那个娘给带偏了。舅祖父，我没事。其实当初三皇子求娶的是宁儿，可我赵家女儿哪能与人为妾，更不想卷入皇族是非，我宁愿他们嫁给普通人。我本已打算拒绝三皇子，可没想到在大公主宴会上，三皇子和怡儿，真是丢我赵家的脸呐！好在三皇子还愿意负责，算是维护了赵家最后的脸面，娶了怡儿为侧妃。舅祖父，之前来给表哥看病的大夫都是怎么说的？大夫都说他是摔到脑袋里有血块，什么时候能醒只能看天意。宫里太医也是这么说的。是的，宫里太医我们都请了个遍，都是这样说的。小锦，可是有何不妥？一根银针被苏若锦从赵廷义头顶用镊子夹了出来。锦妹妹，这是什么？怎么会在大哥头里？5丁风石术，世间会施展5丁风石术之人并不多。看来有人盯上了义儿。既然如此，当初义儿打猎从马上摔下来，也可能不是简单的意外。我先想办法让表哥醒过来，或许他会知道些什么。小锦，舅祖父只有靠你了。太好了，锦妹妹，谢谢你，谢谢你。阎罗，让人尽快把药材送来。是，小姐。不用麻烦，赵府库房里
里有许多药，秦妹妹要什么尽管吩咐，我让人送来。府里应该没有。要不，秦妹妹你说说药材的名字，说不定府里有呢。一灵草、巨神花，一样一株即可。我这让管家去查查。好。没一会儿，卢管家抱着一本厚厚的药材登记簿过来。大小姐，你说的这2味药，我们赵家名下的药铺从没采买过。这锦妹妹到底是什么人啊？没事，我让人送来，晚几天也不影响。这几天先让人照这个方子熬药，等药材到了，我再换方子。最好找个信得过的人盯着熬药，这事先别外传。好，我来盯。舅祖父，我扶你回去休息，你放心，表哥没事的。有劳小姐了。舅祖父，赵家的玉佩除了能从钱庄支取银两外，可还有其他作用。小姐为何这样问？因为有人想杀了我，拿走舅祖父你给我的玉佩。我怀疑舅祖父你和祖母、表哥的昏迷都和这块玉佩有关。宁表姐说不定也被人盯上了。什么？有人想杀？祖父，姨儿来扶你。赵光涛昏迷这段时间，赵静怡从来没有回来看望过一次。现在赵光涛醒了，这个赵侧妃就出现了，可真巧啊！小锦，跟我来，我有话和你说。好的，舅祖父。侧妃娘娘，你才回府，一路辛苦，先到院里休息一会儿吧。祖父，姨儿不走，姨儿要留下来照顾您。舅祖父，我就先回去了，不影响赵侧妃尽孝，晚一点我再来看你。小锦，照顾好你祖母。是，舅祖父。这苏若锦让这姑祖母疼他，都不把你放在眼里，他算个什么东西啊他？赵侧妃，小锦可是长乐郡主。那是他说的，谁知道是不是真的？等我拿到他说谎的证据，定要让三皇子治他的罪。赵侧妃，你身为皇子侧妃，言行举止代表了皇家，小心祸从口出，别无端给赵家惹来麻烦。祖父，姨儿知道了。赵侧妃接过丫鬟手里的参汤。祖父，这是姨儿专门让人给您炖的参汤，姨儿为您。赵侧妃不敢劳烦，我自己来吧。他接过碗一饮而尽。祖父，我听卢管家说，锦表妹手里有咱们赵家主制的玉佩。可祖父，锦表妹再怎么说也是外人啊，拿着咱们赵家的玉佩，多少有些不合适了。不如趁现在锦表妹还未离开云集，把她要回来吧。赵侧妃，我的亲妹妹自是赵家主织的人，玉佩给她的孙女儿名正言顺。祖父，姑祖母已是嫁出去的人了，算不得赵家人，她的孙女自也不能算赵家。既然如此，赵侧妃也是嫁出去的人，算不得我们赵家人。赵家的事就不劳赵侧妃挂心了。赵静怡忍住心里的火气，继续劝道：祖父，可苏若锦和姑祖母根本没有赵血缘。侧妃，我想休息了，你请回吧。祖父，赵光涛闭上了眼睛，不再理会。赵静怡一甩衣袖，气呼呼走出了赵光涛的房间。莫不是若是三皇子出手，小锦很危险，要不先送小锦回大楚吧。可小锦回去了，一儿怎么办？还没等他想出个万全的法子，就已沉沉睡去。苏若锦用完早饭，来到了赵光涛的房间，替他号了脉，确定没太大问题。舅祖父，不知能否告知赵府玉佩到底有何用？小锦，你可是又遇到什么了？舅祖父，昨晚有人在我房里放了血牙环蛇。什么？血牙环蛇？那可是云集3大剧毒蛇之一，只要被咬上一口，人必死无疑，根本来不及救治。舅祖父别急，我没事，你别急。他们怎么敢？小锦，你说的没错，赵府的玉佩确实不仅仅是支取银两所用。在赵光涛的讲述中，苏若锦终于知道为什么有人要抢这块玉佩了。这样的玉佩，难怪不惜要他的性命也要抢过去。可这样重要的秘密，怎么会被人轻易知晓呢？原来赵家第一任家主定下一个规矩，每任家主都要把赵家每年利润的1%放入一个宝库之中，以备赵家有一天因朝代变更或天灾人祸走投无路时，可以靠宝库里历代家主的积累能东山再起。赵家从创业到现在已经历经500多年，一直未曾衰败。宝库里到底留存多少财富，只有家主才知道。而打开这个宝库需要集齐5块玉佩。小锦，事到如今，不瞒你说，舅祖父这样做也是有自己私心。你是我妹妹的孙女，虽说不姓赵，但也算得上是赵家的人，给你倒也不算是啥错。但更重要的一点，你的医术如此了得，只要有了赵家的玉佩，成了赵家的这份情，以后赵家若是有难，你也不可能见死不救。只要能保证身体健康，还愁赚不到钱吗？他这样做也是借老夫人的关系，把苏若锦和赵家绑在了一起。但这一切赵光涛也不是有意设计，只是顺势而为。他对苏若锦的好也不是
虚假的，这一点苏若锦自然能分辨得出。小姐，舅祖父对不起你。舅祖父，没关系，我们都是一家人。我刚刚只是在想，到底是谁出的手。家门不幸，我没想到怡儿真会走到这一步。赵静怡，三皇子。舅祖父，云泉山庄的朱管家是什么背景？我不认识这个人。云泉山庄本是我送给怡儿的15岁生辰礼，后来怡儿昏迷后，我也没空去管了。现在应该是松儿在打理，或许是怡儿或者松儿请的人吧。等松儿回来，我把他叫来问问。舅祖父，除了我这块玉佩之外，其他几块都在哪儿？怡儿昏迷以后，玉佩就由我替他收留着，其他的都在几个孩子手里。这是怡儿的玉佩，5块玉佩，表面看着是一样的，但在玉佩下方有个暗刻标记。当5块玉佩组在一起时，暗刻标记能合成一个圆。苏若锦掏出身上那块玉佩，和这2块进行对比，眉头微皱。舅祖父，这2块玉佩的暗刻标记似乎组不成一个圆，只能说明其中有一块玉佩是假的。祖父，该吃药了。云儿，你的玉佩在吗？拿出来看看。拿出了玉佩，一经对比，赵静宁的玉佩能和赵光涛拿出的那块拼在一起，那苏若锦的这块是假的吗？不可能啊，这玉佩一直没离过我的身边。舅祖父，可还有验证玉佩真假的其他办法？对了，我年轻时跟随父亲外出经商，途经山路摔倒，玉佩刻在一块石头上，刻出很小的一个裂痕。小姐，看看你那块玉佩右下角可有裂痕？有裂痕，就说明他手里这块玉佩是真的。那赵静宁和赵廷义这2块玉佩，舅祖父，若我没猜错，对方已经有了4块赵家的玉佩，现在就差我手里这块了。原来这才是对方不顾一切想要他的命，把玉佩抢走的真正原因。这是不可能，这不可能！我对不起赵家列祖列宗啊！苏若锦和赵静宁忙一同安慰赵光涛。宁表姐，你可知你的玉佩何时被调包的？这玉佩从祖父交给我起，从不敢离身，不可能被调换啊。那你身边可发生过什么异常的事件？没有，一切都如常。等等，我想起来了，我带祖父去天宁观时，祖父在静室内接受治疗，我后在外面曾感觉很困，睡过去约莫半个时辰。当时你身边没其他人吗？没有，天一道长的院子只允许进2人，我的丫鬟只能等在外面。天宁观，赵光涛眼神微闪，突然想到天一道长对他说的话，他刚想说什么，门就被敲响了。小姐，小姐，英子不见了，亲娘快疯了！怎么回事？亲娘今天带英子出去，说是上街买些东西，结果一个转身，英子就不见了。走去看看。和赵光涛说了一声后，就带着烟罗离开了。二皇子看来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不愧是长乐郡主，果然聪明。想见二皇子一面也不容易啊。长乐郡主，以你的身份想见我就有何难？何必如此大费周折，还让我没了100万两？二皇子可是心疼这100万两，那我把它还给二皇子。哎，长乐郡主小看我，这是长乐郡主凭实力赢的，我还没那么无耻。二皇子，我若是没猜错，云奇应该还没收到我被封为长乐郡主的消息吧？你是如何知道的？萧师兄告诉我的。居然是萧燕初给云浩发的消息。苏若锦来云奇之前，萧燕初告诉他，云奇的二皇子云浩曾是自己的师弟，也是云城最大的赌坊东家，若遇到什么问题可以找他。郡主，我之前所说非虚，真心希望郡主能与我合作，条件可由郡主随便提。合作什么？帮你把4亿赌坊发扬光大？郡主，我先和你讲个故事，你再做决定要不要和我合作。我因娘亲地位卑微，从小不被重视，在这吃人的皇宫中小心翼翼地活着，也不知何时会死在宫。在我经过跌湖、中毒、被疯狗忽发高热一切后，我知道我若再不逃离皇宫，只有死路一条。于是我自断小指，跪在皇后面前发誓效忠大皇兄，才被送往清月山习武。在云奇，皇子只要身患残疾，就注定失去了竞争那个位置的机会。本来我也想着好好习武，辅佐大皇兄也没什么不好。可我即便断了指，皇后还是不放心我。我从清月山回来后，发现皇后给我娘下了换神散，足足下了5年。换神散，二皇子的母妃乐嫔娘娘服用了5年，人没死或者没彻底变成疯子，已经是万幸了。苏若琴也明白，皇后留乐嫔一命，不过是为了更好控制云浩。郡主，萧师兄在信中和我提过，你精通医术，我想请你替我娘看一下，能否救治。二皇子，我是大夫，自当义不容辞，但我还没见过乐嫔娘娘，无法保证她的病一定能治。我知道，只要你能去看一眼，到底是什么情况，我都能接受。二皇子，你为何这样相信我？就不怕我暗中对你或者乐嫔娘娘不利，或者直接把你出卖了？郡主，不瞒你说，今天我们是第1次见面，我对你谈不上了解，更谈不上信任。可我信任萧师兄，他推荐的人不会有错。当年若没有萧师兄，我早就死在清月山了。所以
你说的合作是让我替你娘看病？不完全是，替我娘看病是其中之一。如今父皇的身子每况愈下，全靠3弟进献的药强撑着。明明已经是重病之人，犹如强弩之末，服用几颗药之后马上就生龙活虎。一旦断了药，父皇就萎靡不振，完全控制不住情绪，为此还杀了不少的工人。我虽不懂医术，可要说这药要没有猫腻，我是不信。太医院的李提点曾进言望父亲戒断这药，直接被父皇砍了脑袋。从此再没有太医敢劝父皇。现在父皇完全无条件的依赖3弟，每天缺了这药都不行。郡主精通医术，我希望郡主能帮我查明此药的真相。查皇上用药，这已经牵扯皇家了。既然是合作，讲求一个互利，不知此事对我有何好处？我可保赵家在云骑100年无忧，云骑与大楚100年无战事。好，二皇子，如你所说，你是无法登上那个位置的。既然如此，你要如何能保赵家100年无忧，云骑与大楚100年无战事？郡主，萧师兄是个心怀天下之人，凭一己之力就能平定大楚的动乱，保住大楚百姓的安宁。而我作为他的师弟，自也不愿我云骑百姓受苦。二皇子，你就不怕我把你这话说出去，让你功亏一篑？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若我不相信郡主，自也不会前来相见了。为表诚意，我先送郡主一份小礼物。苏若锦接过小纸卷，打开，上面写着孩子在天宁观。怎么又是天宁观？我听说郡主在找一个孩子，我是云骑人，找人自然比郡主方便。这是那个孩子的下落。天宁观是大皇兄的势力范围，我不便直接插手，相信以郡主的能力，要救出一个小孩不成问题。二皇子，我还未答应与你合作，郡主可以慢慢考虑，最后答不答应都无妨，人总要先救出来为好。郡主今天来到4邑赌坊，引我出来，想必有其他需要，但说无妨，只要我能做到，定当全力配合。云浩这番话等于直接告诉苏若锦，他将争夺那个位置。要是萧燕初在，或许就能给自己一些关于云浩的意见。还真是中了萧燕初的毒了呀！走，我们去天宁观先救英子。贫道见过赵居士，请问赵居士，这位居士如何称呼？这是我表妹，姓苏。原来是苏居士，失敬失敬。两位居士里面请，贫道师父已闭关，何时出关未可知。多谢道长，我祖父身子已经恢复，我和表妹前来道观还愿的，不敢打扰天一道长。无量寿福，赵老居士实乃福泽深厚之人。居士这边请，两位居士一路辛苦，今天就先请两位居士稍事休息一晚，明天一早再行还愿，可好？如此甚好，有劳道长了。这是我家小姐给道长的一点香火钱，请道长笑纳。如此，贫道便谢过赵居士，贫道就不打扰两位居士休息了，告辞。喜妹妹，你有没有看出什么不对？这个清玄道长是不是坏人？表姐，这屋里没人，你不用这么小声说话。说不定隔墙有耳，我还是小声点为好。我又不是道士，不会看面相，哪儿看得出好人坏人呢？那喜妹妹，我们什么时候出动？表姐，我们不是来玩，是来救人的。不是，喜妹妹，我也想早点找到英子。不急，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吃点东西，再出去走走。好，都听你的。道长也不是每个人都看的，讲求一个缘分。哦，那道长是如何挑选缘分的？道长精通五行八卦、占卜、面相，他挑人看面相，只替良善之人治病。这个选法确实很道士，但到底所选之人是否为良善之辈，又或者是有权有势之辈，也只有道长自己知道了。明表姐，你让人查一下天一道长历来就职之人、达官贵人和平民百姓所占比例。好的。突然，一只大耗子快速爬过，吓得赵静宁尖叫出声。喜妹妹，我们走吧，我怕老鼠。你在这等我，我进去看看。可没事，我一会儿就出来。小姐，怎么了？什么人敢乱闯我天宁观？道长，我们是观里的香客，只是在观里随意走走，无意走到了这里。香客，原来是赵居士。赵居士，这里实在是太过偏僻，不宜久留，快些离开。看到苏若锦从屋里出来，脸色有些慌乱。你是谁？怎么乱进屋里这位道长，她是我表妹，我们是来观里还愿的。刚才我们看到有只小野猫进了屋里，表妹从小就喜欢小猫，就想找找看，才误入屋内的，请道长见谅。道长，我家小姐请大家喝杯茶。道长掂了掂手里沉甸甸的钱袋子，你们快点离开，若是有人问起，切不可说来过这里。道长，我看这里并没有什么人居住，为何不能前来？没那么多为什么，你们快走吧，记得你们从来没有来过这里。赵静宁和苏若锦对视一眼，也没有再说什么，快步离开了。喜妹妹，可有什么发现？里面确实像是许久无人住的地方。无人住的地方，为何要派人看守？而且看你从屋里出来，那个道士似有些慌张。屋子里就如同寻常的静室，看上去确实很久没人住了，里面的东西都沾染了灰尘。可第3间屋子的床下确实有些干净，晚上我去看看。我也去。不行，太危险了。喜妹妹，求求你，你就带我去吧，我一个人待在屋里也会害怕的。你放心，我见到耗子坚决不会出声。那你得跟紧我。不过是几间破屋子，居然有这么多人把守，要说这里没有古怪，傻子都不会信。喜妹妹，英子
子会不会在这里？不知道，我们得想办法进去看看。这么多人，我们该怎么进去啊？阎罗，你留在这儿藏好，一会儿我和表姐到那边后，你弄出些声响，把人引过来。好。什么人？快过去看看！别愣着了，都过去看看，要出啥事儿饶不了你们。是。一群道士拿着火把朝声音的方向跑去，屋子这边只留下了一个人，还瓶盖。没一会儿，那个道士扑通倒在了地上。走，他没一个时辰醒不过来。洞中间有2个巨大的炼丹炉和一个高台，一个60来岁的老道正盘腿坐在高台上，下面有几个戴着银色面具的人指挥着道士把一捆捆的药材加入炼丹炉里。赵静宁动了动嘴唇，无声地告诉苏若锦，那个老道就是天一道长。可道长不是在闭关吗？怎么会出现在这儿？这些人戴的面具怎么这么眼熟？天一道长在高台上一抬手，有个同样戴着银色面具的人拖着2个约莫5、6岁的孩子，还没等苏若锦反应过来，就见2个孩子被人抱起，分别扔进了2个炉子里。如今看到天一道长用孩子炼药，苏若锦下意识就想到了大师傅和他说的阴毒之药，又想到云浩和他说的云极皇上服用了3皇子进献的药，身体突然好转，不正和大师傅说过的服用阴毒之药的症状一模一样吗？一个炼丹炉冒起了黑烟，而另一个炉子里则是飘出了一股异香。成了，太好了，成了！药好好送过来。是师尊，都给我提起精神来，注意着点，就差这最后一步，丹药就好了。仔细看着，要是废了这5天1炉的药，看你们有几条命赔的。是。丹药集已成，又炸了1炉，看这样子，暂时不会再用孩子炼药了。苏若锦指指来时的路，意思是先撤退，等2人返回房间。他们怎么那么残忍？那2个孩子才多大，就这样被活活的烧死。这世间有些人比恶魔还狠毒。那可是天一道长啊，与其人人称赞的善人道长啊。恶魔总是会给自己披上善良的外皮，才好作恶。姐妹们，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先回云城，我们还有5天的时间。刚才洞里那人说5天1炉药，那下一次用孩子炼药，最快也是5天后了。姐妹们，阎罗还没回来。没事，他一会儿就回来了。过了一会儿，阎罗回来了。阎罗，你没事吧？表小姐，我没事，我走时啊，那些人还没反应过来呢，还在小姐设的阵法里转圈圈呢。表姐啊，你什么时候教教我这招吗？弄干净了吗？我走之前带走了1颗石头。那就行，少了1颗石头，阵法自然就破了。小姐，这天一道长和朝中许多达官贵人都有密切来往，在百姓中声望很高，想要动他很难。云泉山庄是赵家的产业，能把赵家和天一道长联系在一起的只有赵廷松了。他把这个推测和赵光涛说了，赵光涛气的就要让人把赵廷松抓回来审问，被苏若锦制止了。舅祖父，赵廷松不过是赵家庶子，他为何要如此做？对他又有什么好处？苏若锦可是记得云浩说过，天宁观是大皇子的势力范围，难道赵廷松想要巴结大皇子？可他妹妹嫁给了3皇子，他不是早就和3皇子绑在一起了吗？莫不是赵廷松想2头战，之后不论谁当大包，他都不吃亏？他要有这本事，他就不是赵廷松了。舅祖父，我有一计，不知可不可行？说来听听。宁儿小姐，这次辛苦你们了，为了我的身体跑了几次的天宁观。祖父，只要你身体好，宁儿做什么都愿意。这个老不死的心都是歪的，我这不是回赵府来看他吗？是眼瞎了看不到吗？祖父，我从3皇子府带了只人参回来，明天我让人炖了给你送去。赵侧妃有心了。舅祖父，你现在身体也恢复了，等表哥醒过来，我就带祖母回大楚了。3皇子不是说过大哥这辈子都醒不过来了吗？要是大哥醒了，那哥哥怎么办？舅祖父，我这次回大楚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再来云齐了，这块玉佩我还是还给舅祖父吧，他留在云齐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小姐，你也是赵家人，玉佩给你也是理所当然。舅祖父，我知道赵家每年祭祀时都要把这块玉佩还给家主，我远在大楚，不可能每年都来云齐参加赵家祭祀的，玉佩我带在身上有诸多不便，舅祖父对我的好，小景铭记在心。再说了，难道我没有这块玉佩，我真没钱的时候，舅祖父还能让我饿着？祖父啊，锦表妹说的没错啊，这玉佩放在锦表妹身上确实有些不方便。祖父疼爱锦表妹，可以给表妹一些银两和首饰，更加合适啊。你呀，行吧，玉佩舅祖父先收着，你哪天想要随时来找舅祖父拿。好的，舅祖父。苏若锦状似无意瞥了眼赵静怡，自然没错过他眼中的贪婪，鱼儿上钩了。
郡主，大楚最近的消息已经传到了皇宫，宫里已经知道苏大将军府找回了嫡女，并且封为了长乐郡主。对你这位长乐郡主，皇后似乎有些想法。大楚那边最近在忙着筹备与北厉的和亲事，迎接北厉秦王前来迎接秦王妃。咱们的皇后也动了这心思，想为皇兄迎娶一位大楚郡主。所以云齐皇后想让她儿子娶的人是我。郡主聪明，一点就透。可惜我这位母后注定要失望。想和萧师兄抢人，皇后真是想太多了。不过我那位母后魏达木从来都是不择手段。郡主，你现在身在云齐，还是小心一些为妙。多谢二皇子提醒。郡主，人可救回来了？没有。可是遇到了什么问题？据我所知，天宁观守卫并不森严。二皇子，你可知天一道长以人祭药，而且全是小孩。什么？我让人查过，最近云城常有小孩失踪。二皇子可知此事？略有耳闻。那些孩子应该都是被天宁观掳去炼药了。接着，苏若锦把在云泉山庄和天宁观地洞里看到的一切简单和云浩说了一下。他们怎么敢？二皇子，你能拿到你父皇吃的丹药吗？父皇的丹药都由三皇帝亲自进贡，并且亲自伺候父皇服用，外人是接触不到。你是说父皇吃的药有可能是天一道长炼的？这不可能，天宁观不可能背叛大皇兄，把药给三皇帝。你为何如此笃定？天一道长不是云齐人。10年前，大皇兄外出打猎，在山里遇到奄奄一息的天一道长，大皇兄救了他，还为他建了天宁观。正如之前我和郡主说过的，父皇服用了三皇帝献的药，感觉自己身体好了不少，恢复了年轻。现在很是器重三皇子，要是没有皇后拦着，说不定父皇已经立三皇帝为太子。天一道长是大皇兄的人，大皇兄怎么会把这样的好处让给三皇帝呢？大皇子救了天一道长的事，人人都知。不，这是我费尽了好多心思才查出来，别人应是不知。二皇子，要想知道你父皇的身体原因，你还是得想办法弄点药来给我看看。好，这事我来想办法。二皇子，我今天来找你是希望你能协助我救出天宁观的孩子们。要我如何帮你？你想办法把天一道长和观里的大多数道士引开，我带人进去救人。好，我要提醒一下二皇子，我们只有5天时间了。我去安排一下，尽快通知郡主。好，我等你消息，最晚后天，不管你有没有消息，我都会出发去天宁观。姐妹妹，快去看看祖父，他行动了。是的，赵家祖训第1条，赵家人永不得自相残杀。赵静宁没想过祖父现在身子虚弱，赵静怡作为孙女，真的会不顾一切对祖父出手。救祖父发生什么了？正如你所料，就在苏若锦去肆意赌方的时候，赵静怡拎了个食盒到赵光涛的房间，说是自己亲自做的桂花糕，让祖父尝尝。当他吃下半块后，就觉得头有些发晕，倒在了床上。赵静怡开始在屋里翻找起来，没一会儿，他就轻车熟路的在赵光涛的床上的暗格中找到了2块玉佩。赵静怡仔细分辨了一下，从怀里掏出1块，替换了其中的1块。祖父，你别怪我，大哥醒不过来，你又活不过1个月，这赵家家主还是让哥哥来当吧。殊不知，在他离开的时候，赵光涛睁开了眼睛。赵光涛事先已经吃下了小锦给的药，普通毒药对他都造不成什么伤害。苏若锦若有所思，赵静怡居然说得出救祖父活不过1个月，如此看来，整个事件背后却有三皇子的手笔。小锦，接下来我会让人盯着的，有什么我通知你。好。草民见过三皇子，不知三皇子前来有失远迎。哎呀，祖父都是一家人，无需这虚礼。这三皇子今天怎么了？之前他见三皇子都是必须行完跪拜礼才起来，哪像今天还会主动扶他。三皇子前来赵府，可是来接赵侧妃的。我听闻祖父身体欠佳，特意上门看望。来人！祖父，这是一些滋补身体的药材，盼望祖父早日康复。赵光涛更加看不懂了，自己之前也不是没病过，从不见云韶前来探望，今天他玩的是哪出？草民惶恐，谢过三皇子。哎，祖父，我说过，都是一家人，无需多礼，你换我云韶即可。祖父，爷儿难得回趟赵府，多待几天也无妨。我听说大楚的长乐郡主住在赵府，不知今日郡主可在府里，能否一见？长乐郡主，原来云韶是冲着小锦来的。请三皇子稍等，我这就让宁儿去请小长乐郡主出来。有劳了，我方才从父皇那里得知长乐郡主来了云齐，有失远迎，还望郡主恕罪。三皇子严重了，我不过是来云齐接祖母回大楚，不敢惊动三皇子。殿下，殿下，你是来接妾身回府的吗？他刚拿到玉佩，都还没来得及告知殿下呢，结果殿下就来赵府了，真是心有灵犀。殿下肯定是想他了，专门来接他回府的。妾身见过殿下。赵侧妃，你难得回自娘家，再住几天也无妨。殿下，怡儿已经看望过祖父，现在祖父身子也恢复的差不多了，怡儿想回皇子府了。暗示云韶玉佩已到手。云韶听懂了，看向赵静怡的眼神多了一些温柔。怡儿，我看祖父的脸色还有些苍白，不如你再陪祖父几天，过几天我再来接你回府。是，妾身知道了。郡主初来云城，想来是对云城还不太熟悉，不如这几天我带郡主逛逛云城，也让我静一静，记住这一如何？三皇子叫苏若锦什么？郡主，这真是
郡主。看着云韶看向苏若锦的眼神，赵静怡作为女人又有何不懂三皇子对苏若锦有想法？现在看来，苏若锦非死不可，居然敢勾引三皇子。不敢劳烦三皇子，三皇子也知我舅祖父身体不好，我难得来趟云岐，自应侍候在舅祖父身旁。待舅祖父身体好转之后，我就该和祖母返回大楚了。本皇子侧妃乃祖父亲孙女，有他照顾，长乐郡主大可放心。若是郡主不放心，我还可以让宫中太医来赵府随时候着，如何？祖父，长乐郡主来云岐时间不长，待他走后，祖父要是有什么需要，尽管让人来府里找我定当全力相助。云韶这话看似是对祖父说的，实则是在警告他，他要是不给云韶面子，等他回了大楚，云韶身为三皇子，自然有办法收拾赵家。多谢三皇子。三皇子，长乐郡主已和民女相约出游，可能一时半会儿不能和殿下同游云城了。哦，原来赵大小姐已经和郡主有约。不过赵大小姐，祖父重病未愈，你就外出游玩，若被有些人知道，说赵大小姐不孝，恐对赵大小姐名声不好。亲妹，郡主难得来云岐一趟，家中还有赵侧妃照顾祖父，应是无碍。这是拿云韶的话来堵他了。我竟不知赵大小姐思虑竟能如此周全，看来是我小看赵大小姐了。三皇子这是不高兴了。赵静怡心下很是高兴，赵静宁为了苏若锦得罪三皇子，有他苦头吃了。三皇子，老爷，宫里来人了。一位嬷嬷走了进来，正是皇后身边的孔嬷嬷。孔嬷嬷看到云韶，先是一愣，随后行礼道：奴婢给三皇子请安。云韶点点头，敢问姑娘可是长乐郡主？我就是。奴婢见过长乐郡主。郡主啊，奴婢乃皇后娘娘宫中的孔嬷嬷。皇后娘娘听闻郡主来了云岐，特让奴婢前来邀请郡主参加皇后7天后举办的诗令会。多谢皇后娘娘盛邀，我一定到场。那奴婢就先行告退了。三皇子，实在抱歉，我得准备参加皇后娘娘的诗令会，无法与三皇子同游云城了，还望见谅。快点，别墨迹，影响承担，把你们拿来祭药。哥，下次祭药的小崽子准备好了吗？早就准备好了。云泉山庄那些小崽子被人救了，护法为此受了鞭刑，搞得我们现在又得重新去抓人。好在下次祭药的崽子已经准备好了，不然受刑的就是我们了。哎，你说是谁能从咱们左护法手里把人救走啊？左护法可是师尊最为看重的人，精通五行八卦，居然还能有人从他手里把人救走？谁知道呢？师尊可是发了好大的火，要不是左护法在，换别的人说不定都被师尊拿来炼药。云泉山庄左护法，苏若锦眼睛微眯，所以朱朝是天宁观的左护法。明天二皇子来观礼祈福，大家仔细着点，小心点，别被发现了。是。苏若锦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消息，轻轻退了出去，一切就等明天了。一会儿祈福大会开始，我们就动手。是。一名道童看出不对劲，悄悄往另一边的通道跑去，拦住他。暗三听闻，冲上去直接抓住了那个道童。洞里银色面具人并不多，没一会儿就都被抓住了。走去找人。赵府的护卫们首当其冲冲了进去。不好，中埋伏了！苏若锦忙抬手制止其他人再冲进去。苏小姐，没想到你居然能找到这儿。所以朱管家已经知道我们要来救人了。苏小姐，不，应该是长乐郡主。郡主是个大善人，连不认识的孩子都要出手相救，更何况这小姑娘还是郡主的旧相识。朱管家，何苦为难一个孩子？郡主，我师尊对你很感兴趣，不如你过来和这个孩子交换一下。小姐，不可过去啊！朱管家这是一直在引诱我过来，你就不怕我不来？我说过了，郡主是个大善。郡主，我数到3，你若是不过来，这孩子也别想活着回去了。3、2，放开他！我过来。不愧是郡主。姐妹们，别去！朱朝，一个孩子对你没什么用，放了他。郡主，你过，我自然就放。你既然知道我是郡主，还敢如此，不怕掉脑袋？当然怕。不过郡主可别忘了，这是云岐，不是大楚。我过来了，你可以放开孩子了。朱朝眼睛一眯，把剑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小姐，朱朝，你们也孩子忌药，就不怕遭天谴吗？郡主，你还是先操心一下你自己吧，让他们都退后。都退后。姐妹们，赵小姐，你再上前一步，我可不保证郡主会如何了。朱朝拿出一颗药，塞进了苏若锦的嘴里。郡主，好好享受吧，这可是你的福气，你会感谢我的。说完，朱朝就退出了房间，锁上了门。没一会儿，苏若锦就觉得小腹传来一阵燥热，全身开始发热，似在渴望着什么。这朱朝给自己喂的是催情药。这时门被推开了，走进来一位男子。长乐郡主，咱们又见面了。三皇子，你欲如何？长乐郡主，那天在赵府，本皇子对你一见钟情，夜夜思念，实在是忍不住，才用这种方法邀请郡主一见。
所以这全是你设计的？是也不是，本皇子碰巧得知郡主要来天宁观，为了弥补相思之情，才特来与郡主相聚。郡主请放心，本皇子定会负责的，迎娶你为侧妃。苏若锦手里的针还没扔出去，门就被人一脚踹开了，一个黑衣蒙面人冲进来，云韶忙抽出腰上的软剑与之缠斗起来。可屋里的迷香让云韶的神智多少受些影响，几招下来被黑衣人一个手刀直接敲晕了。郡主，你没事吧？黑衣人扯下脸上的面罩，正是云浩。二皇子来的真是巧啊！郡主，此事真与我关，我的确是刚收到消息才赶过来的，没想到三皇帝会来天宁观。苏若锦暂时收下心中怀疑。二皇子打算如何处理？就让他躺着吧，一会儿会有人来找他的。父皇很是看重依赖他，要是现在他出事了，云奇得乱一阵子。郡主看来并没有中三皇帝的迷情性，你给他吃的什么？没什么，不知道在云奇，一个不能人道的皇子可以当皇上吗？云浩瞪大了眼睛，不由自主地咽了咽口水。萧师兄说的对，千万别惹长乐郡主。云浩缓了缓说道：郡主，能否请你替我娘看看病？二皇子，你这一举两得，玩得挺不错呀。长乐郡主，这样不是更好吗？确实不错，这个云浩看来确实比自己想象的要厉害一些。真看不出二皇子竟能在短短时间内带乐平娘娘到天宁观祈福。父皇吃了三皇帝的药，最近一门心思扑在后宫新晋的秀女身上，哪还会在意一个年老色衰半疯癫的嫔妃？至于皇后娘娘，压根就不担心我在天宁观会闹出事，同意我带乐平来天宁观，正好能让我对他儿子更加敬重。最重要的是，他知道天一道长不可能治好我娘的病。天一道长是大皇子的人，乐平是皇后娘娘弄成这样的，天一道长即便有这个能力，也不可能替乐平救治的。苏若锦也明白这一点，当下不再耽搁。三皇子的人说不定什么时候会过来，我们先离开。两人迅速离开了屋子。二皇子，乐平娘娘现在在祈福会场，我如何替她看诊？谁说我娘会在场？郡主跟我来。浩儿，你回来了，今天可有好好背三字经？有没有被夫子打手心啊？快来，娘给你准备了鸡汤，浩儿快喝，一会儿鸡汤就凉了。云浩也很是配合，端起茶杯一饮而尽。娘熬的鸡汤真好喝。浩哥哥，这位妹妹生得甚是好看，她是谁啊？前一刻还在喊着二皇子，现在怎么变成浩哥哥了？这是我娘家中的表妹，专门进宫照顾娘的。你定是浩儿的王妃吧？长得可真漂亮，娘也没什么给你的，这是我娘给我的，你收下。母妃，手镯你已经给过我了，你看这不是戴在我手上吗？苏若锦抬起了手，给乐平看他手腕上的手镯，正是江太妃给他的那只手镯。